所以日本人对于明石元二郎的评价是：没了乃木希典啊，旅顺也能打赢；没有东乡平八郎，日俄海战也输不了。但是没有明石元二郎，日本是赢不了日俄战争的啊！他就起了这么大的作用啊！说他等于10个师团嘛，那时候全日本只有12个师团啊，所以他等于10个师团。那么明石元二郎的同一个段位，跟他年龄差不多，跟他段位也差不多的一个人啊，我们很少有人提。其实明石元二郎也是很少有人提，但是那个段位跟他同一段还有一个人啊，日本的还有一个所谓的国父级的这么一个特务，这个叫什么？叫青木宣纯，青木堂的青木啊，青木堂主青木宣纯。这个青木宣纯就是咱们经常说特务、特工、特务这个词儿就是青木宣纯发明的日本汉语。我们中国有大量的日本汉语，像社会、共产党、革命、经济、哲学，这都是日本人翻译的。我们哪鸡巴知道这些词儿啊？所以化学、所有的物理，然后这所有的日本这个地质、建筑这类的中文词啊，全是日本人翻译西方的经典给我们的，包括特务这个词儿。哎，特务这两个字是青木宣纯发明的啊，这是特务之父，因为特务这两个字都是他发明的。这货呢，跟袁世凯是铁妈鸡，他俩差不多年龄啊，他跟袁世凯关系特别好。他也是陆氏的，但是他是陆氏里边比较聪明的那一类的。陆氏毕业以后跑中国来啊，跑中国来之后游历中国大江南北，学了流利的中国话，4大名著、45经全会，还会讲粤语，还会讲上海话。青木宣纯啊，宛然一个中国通。所以呢，他取得了袁世凯的绝对信任啊，因为当时袁世凯甲午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啊，青木宣纯是驻华公使武官。那时候袁世凯权倾朝野，北洋大臣，所以袁世凯呢，在整个过程中建立北洋的过程中，青木宣纯给袁世凯大量的军官的支持、军资的支持，所以呢，这俩是好朋友。因为说袁世凯反日，但是袁世凯跟好多日本人是好朋友。然后日俄战争开打，1904年啊，日俄战争开打，日本人有点干不过俄罗斯人。袁世凯当时北洋大臣，北洋新军统领，所以袁世凯秘密的派了好多北洋的精锐军官，搁今天讲究特种部队、特战部队，化妆成马贼和化妆成中国老百姓，潜入东三省助战日本。啊，被抓住以后，宁可枪毙也不说自己的身份啊，就说自己是马贼或老百姓，助战日本。指挥官是谁呢？指挥官就是青木宣纯。中国这边的军队都是袁世凯派去的北洋的这些精锐部队，包括吴佩孚都在那边。吴佩孚带兵去打，然后吴佩孚还被抓住了啊！吴佩孚被俄罗斯人给抓住了，然后差点把他枪毙了啊！结果吴佩孚反应快啊，武功也好啊，趁俄罗斯押送他的时候跳车跑了。跑回来以后呢，吴佩孚官升上尉，吴佩孚就这么从大头兵变成上尉了，因为他立了不世之功啊，化妆成老百姓去了好多北洋军。因为为什么日俄战争中日本的情报如有神助？那是因为中国军队在帮他。日俄战争啊，帝国主义两个帝国主义在抢夺中国领土的时候，大清居然宣布中立。派了好多军队偷偷的帮日本抢回来，所以呢，日俄战争过程中啊，青木宣纯和袁世凯就结下了生死之交。因为在那边打仗，他给他派兵过去啊，策应日本无上限，就是反对打进俄罗斯无下限，就是使劲干的。所以日俄战争过程中呢，取得了袁世凯信任之后呢，袁世凯大权在握以后啊，青木宣纯就在北京啊成立了个青木工会啊，又叫青木堂啊，青木公馆啊，真的就叫青木堂。这个青木堂是干嘛的？青木公馆就是一个间谍学校啊，培养了一个著名的间谍头子叫板西利八郎。板西利八郎毕业之后，板西利八郎又培养出了一大堆的中国头子，中国通。板西利八郎不得了啊！你在历史上没听过这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叫七朝元老，日本人管他叫七朝元老。我说3朝元老还不得了，板西利八郎是7朝元老，为什么呢？因为中华民国从袁世凯开始，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2次复辟，曹锟、段祺瑞，中华民国在1911年到1927年这10几年时间，一共有7任总统。这7任总统的每一任板西利八郎都是国务顾问，就是高参。国师吧，就是日本国师，所以日本人称他为中国7朝元老。板西利八郎在青木宣纯之后又成立了板西公馆，也是间谍学校。板西公馆的学生，大家就刚才的故事就都登场了，就赶上了谁？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还有一个叫矶谷廉介，你们肯定听说过这名，但是可能你们不知道矶谷廉介是谁啊？一会儿我告诉你矶谷廉介是谁，就是中日之间的联系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啊！不要动不动就跟日本恩端我统内恩端一轨，你不要了，我操你妈里吧！这原来搞到一起好多次。土肥原贤二不光是游说郑孝胥和溥仪跑满洲国去了，弄出满洲国来。土肥原贤二不光是这个事儿，土肥原贤二还干过啥？大家看电视连续剧，看张学良这个电视剧或者张作霖这电视剧，张学良和张作霖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危机，其实不是被炸死，被炸死 game over， 活着的时候最大的危机实际上是郭松龄啊。郭松龄兵变，举兵7万，忽然他妈的直奉战争过程中忽然倒戈，跟冯玉祥结盟，就奔着东北杀回来了。那个时候直奉大战的嘛，奉系的军队都不在东北老窝呀，所以张作霖根本扛不住啊。郭松龄进兵东北，那就是1日100里，根本谁也挡不住。最后日本关东军出面剿灭郭松龄，关东军战斗力多强啊！关东军一出来说不能再打，然后帮着张作霖，那郭松龄那边立马作鸟兽散，前有关东军围堵，后有冯玉祥给他后院点火。我讲过这事儿，冯玉祥这胖子啊，不是好人啊。那看我以前那段历史去，这段先不讲冯玉祥啊，咱们就讲这个郭松龄就被弄死了。那个弄死郭松龄之前，关东军和张作霖签条约，就是我帮你，你得他妈帮我呀！我现在一出手就能救你，你得给我好处。那个好处就是土肥原贤二跟张作霖签的，就是给日本人什么这好处那好处那好处，然后日本人关东军帮你干掉你这个叛将郭松龄。土肥原贤二起了很大的作用啊。然后土肥原贤二可有意思了，土肥原贤二觉得自己跟老张家关系好，张作霖回不是炸死了吗？柳条沟，
那土肥原贤二很生气，怎么能炸死张作霖呢？因为土肥原贤二并不知道这个事儿。土肥原贤二很生气，然后土肥原贤二就找张学良说什么呢？说要不你称帝吧。我操，你没听错啊，你没听错。土肥原贤二是先找张学良说你称帝吧，我大日本关东军拥护你为满洲帝国的皇帝行不行？张学良说没听错吧？你再给我说一遍，你称帝吧。张学良妈给我滚！张学良正面给我滚！你跟我说啥呢？给我滚！然后张学良跟所有的人说，以后土肥原不许他进我这屋，我不见他。所以土肥原贤二却碰了个张学良，然后土肥原贤二就没事就策划9·18事变，把张学良撵走了，找溥仪了。你这要你称帝，你不称帝，操，给你脸你不要，我找他妈真正皇帝去，我看你咋办？土肥原贤二作用很大，你想想这事儿是不是左右了中国几乎是历史走向啊？没有土肥原贤二跟张作霖谈，郭松龄就兵变成功了，张作霖就死了，张作霖肯定被郭松龄灭了。郭松龄当时已经加入共产党了，郭松龄的入党介绍人就是李大钊啊，郭松龄的老婆和他妈的冯玉祥老婆都是共产党，都是被李大钊发展入党的。那你说他妈的那郭松龄跟共产党占了东北，那苏联不高兴死了，我操，那苏维埃那就不用资助孙中山啊，那就没有孙中山啥事了。那苏俄离得多近啊，苏俄肯定把钱先给郭松龄啊，你先把日本关东军撵走，然后咱们南征，一路把中国太平，成立苏维埃中国就得了。那肯定历史是按这个方向走啊，结果那日本肯定不干呀。其实他妈张作霖就不用跟他妈土肥原贤二签合同，你妈不救我死了下一个就是你，你以为苏联不会资助郭松龄干你吗？所以这也没办法啊，历史就这么走向了。那板垣征四郎就更不用说了，耳熟能详啊，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朝鲜总司令、关东军总参谋长啊，板垣征四郎。小泽征尔，当小泽征尔，是吧？是叫小泽征尔吧？日本的最著名的指挥家，他就在满洲出生的，他爸姓小泽，他也姓小泽。那个征就是板垣征四郎，尔就是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是小泽征尔他爸的他爸是人家崇拜者，所以他给自己儿子起名叫小泽征尔啊，征就是板垣征四郎，尔就是石原莞尔。本庄繁不用说了，关东军司令，臭名昭著啊，最后也是战犯呀。然后矶谷廉介就更有意思了。矶谷廉介是不但是学生啊，不但是坂崎利八郎的学生，青木宣纯的学孙，还是青木宣纯的女婿。因为这货长得很帅啊，矶谷廉介长得很帅，但是矶谷廉介呢，就是矶谷师团的这个师团长，矶谷廉介是个大笨蛋啊，矶谷廉介蠢得很，矶谷廉介就是逢战必败的日本将军啊。矶谷廉介只要出来啊，矶谷廉介的敌人就很高兴啊，就是我们又能打赢了。矶谷廉介呢，因为他的出身太硬了啊，他是青木宣纯的女婿，那就相当于郑孝胥那之类的，就是那不想当官都不行的那种。哎，他呢？牛逼哄哄的，先去打那个俄罗斯去了。哎，他就觉得俄罗斯我瞅着不顺眼，我干一下。我关东军啊，兵强马壮啊，结果廉介就去讨伐诺门坎朱可夫将军啊。你说你那挑个不能打的，他挑的最能打的。然后就是诺门坎之战啊，苏联和日本当年2战之前打的那个诺门坎，日方司令官就是矶谷廉介。哎呀，要大败而回，我操，几乎被团灭。然后灰头土脸的回东京去，哎呀，回东京去就是等他罢官了嘛。然后家里关系硬啊，全面侵华战争一爆发，他又当官了，又当师团长了。我操，这回是进军台儿庄对战李宗仁。蒋介石和李宗仁那时候他妈的还挺团结的，要打一个大胜仗。最后矶谷廉介来了，我操，差点被李宗仁全歼。大家知道血战台儿庄，要不是最后1分钟，日本一支能征善战的师团解围啊，矶谷廉介师团就被全歼了，就是又差点被全歼，完了又龟孙子了，又缩了。然后呢，过2天，因为他们家太牛逼了嘛，过2天又活了，又活过来之后又去啊，总之他去哪儿都是败。就这货特有意思，就是咱们讲什么常败将军啊，这货是一个日军中的常败将军啊。矶谷廉介可有意思，当女婿出来了。土肥原贤二一口流利北京腔，青木宣纯讲粤语的，白话时听又时讲。我操，就是这些日本人和中国人就很难分清谁是谁。好嘞啊，为什么不敢关注啊？关注我有啥事儿？好了，日本人比苏俄要好多，那是啊。5000人在线听，哎呀，那我太感动了，我操，历史频道都有5000人听了，那真是幸亏咱们就是还是坚持讲了啊，好玩吧？就是我跟你们讲这玩意儿你没听过，我操，就是哥们儿也是在海藏楼躲着吧，我这海藏楼是在温哥华嘛，然后我就看13年书嘛，哎，我就发现不对呀，这历史我原来不明白的，这不挺简单的吗？啊，一想为什么不明白？我操，他都给你写成脑残网剧了，然后让你学，那你肯定不明白，那怎么回事？一会儿关公来，一会儿秦琼来，俩人打起来了，这不搭嘎呀。然后这么一看啊，全是通着的嘛，原来他们都是熟人啊，原来是这么败了。啊，这么谈的，太真实了都，太真实，那真实不能再真实了。矶谷廉介这个小女婿啊，帅女婿啊，老有意思了。操，最后好像跑到新加坡跑哪去当官去了？他总是有官当，就是他总是有官当。那个硬仗他就不能打，你说打不过朱可夫我们能理解，你怎么连蒋介石都打不过呀？我操，蒋介石都撵着你打，我操，李宗仁都差点把你给灭了。你说你丢不丢大日本皇军的脸呀？我操，那个时候大日本帝国皇军那可没跟珍珠港打的，那是兵强马壮的时候，最火的时候。我去你妈，居然被蒋介石差点全歼，1万多人呐，一个师团1万多人全歼呀！我靠，全日本一共几个师团呀？所以。我这矶谷廉介，我操，你看真行，我操，这还行啊，还行。这我说没有什么神奇的国家，哪个国家都有傻逼啊。这最后一个都变成大将了，然后最后都是战犯，枪毙没有枪毙绞刑啊，都给吊死了。然后他们的领导啊，日本天皇，那不是战犯，还热爱和平。我去，你这，哎呀，像大老美来这手好玩人呢，这是真没办法，那不行，为了世界和平，天皇必须是无罪的。我操，这历史嘛。所以各国历史你都看不到真实的样子。你以为在日本能看到真实历史吗？但凡涉及日本的。涉及天皇的肯定不是真的，天皇肯定是对吧？麦克阿瑟跟他过滤了一下啊。北洋6镇，日本明治维新6师团，就是中国一步一步在学日本啊。一个师团10500多人啊，骑兵
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啊，就是完全是就几乎是 copy 日本的。所以你看啊，我刚才跟大家讲好玩的事儿，就是中国和日本的结合之紧密，国共两党都讳莫如深啊。共军这边有多少日本鬼子就不用说了吧，就我讲过吧，林彪怎么忽然能打了，就是我爸他们炮兵团那些炮团的那些领导全是日本人，都是日本共产党。我爸还不是四野的，是四野用完了的给华野的65军的。65军炮兵团全是日本参谋，全是日本教官，手把手教你画三角、画七座标。就是我操你吓死你！我操哪来的关东军那多新鲜啊，都是满洲国来的关东军的，俘虏了，被苏联俘虏了之后，苏联就最后5个兵换1个官，让他去帮林彪扩充四野。啊，这块今天不说，就是说陆军士官学校啊，日本的这个军队啊，日本有叫陆士啊，陆军士官学校，陆士毕业的全是傻逼啊，你就这么讲，这是个规律啊。日本有陆大有陆士，陆士毕业的全是大傻逼，就是所有的战犯，所有的什么牛刀马，就是那么切腹带着一群人跳海的，全他妈是陆士毕业的。就陆士就是你懂吧？就是现在那波人，就是红卫兵小将啊，陆士掌了权了啊，陆士就是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中国这边有没有陆士毕业的呀？因为中国有好多革命军也都是在日本留学的，有啊，谁呀？何应钦呐？说哪个何应钦呀？你说哪个何应钦呀？日本投降那天还记得吧？那签字的就是何应钦呀，那签字好像叫北朝华是谁呀？就是这俩是同学呀，人家日本那边是学长啊，你懂吧？你现在知道为什么照片里边何应钦的鞠躬角度，何应钦是受降的，日本人是投降的，结果他妈何应钦鞠躬成这样，日本人鞠躬成这样，为什么呀？因为何应钦啊见了自己的学长了，见了自己老师了，他第一反应就是干这个，他第一反应就是打地正报告，我操，这因为他从小就干这个，所以他接降书的时候，他不由自主的是这么接降书的。后来当然油画就不能看了，油画把何应钦美化一下，就何应钦啊气宇轩昂的，那照片做不了假呀，照片站着拿降书那位那是油画，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事弄岔劈了，所以油画呢站着拿降书那位就是实际上是就快跪下了都照那个照片啊，因为何应钦就是陆士毕业的，所以何应钦在这样的一个说何应钦胳膊肘短，所以鞠躬狠，但你说污蔑何应钦啊，何应钦个儿虽不高，日本人个儿也不高呀。朴正熙也上过学，那个金日成的那个前身啊也是陆士的。日本陆士那个是人才荟萃，满洲国包括朝鲜啊，朝鲜共产党，共产党朝鲜和那个南朝鲜啊，他很多军人，日系军人出身都是陆士毕业的。问一下各位哥姐，能不能学海员出去？太能了，太能了，海员没法防啊，海员走线那跳船防不胜防。这期太干巴了，我操，太牛逼了！哎，老王讲历史，其实哪一期都特别好玩啊，哪一期我后来都不愿意讲，因为讲完了以后吧，就一群小粉红来骂我啊，咒我3代，这第一，第二吧也没人看，讲历史3000个人在线，你说有啥意思啊？我琉球是我讲的，你不信你查，就是琉球的那个读历史和是日本的软肋和日本的睾丸这事儿是我讲的。我操！我讲完之后，我就看那个现在中国的外交手段对付琉球那个，我靠就开始了。我操，就是啊，作为海外孤中感到很欣慰啊，这是正确的啊，就是中日之间打仗是错误的啊，但是中国去给琉球捣乱啊，这是正确的，这是我绝对鼓掌。为什么琉球就是不是日本呢？我们是有法理依据的，琉球不是日本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文件规定琉球是日本的一部分。战后波茨坦宣告、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波茨坦协议说的清清楚楚，琉球不是日本的一部分。那你说琉球是谁的？琉球是谁都不知道，因为当时罗斯福总统想把琉球还给蒋介石，蒋介石不要。那他一看蒋介石不要，他也就没说别的，他把琉球放自己口袋里了。美军军事基地就放在那儿了。后来60年代以后，冷战了以后，美日一家了，然后他就把政治的治理权还给了日本政府，主权压根没跟日本政府。到今天，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没有签署琉球主权交接仪式，没有。它不像香港，中英有主权交接仪式，日美没有主权交接仪式，没有主权交接协议啊，就属于一个未定论，那就给他捣乱去呗。我操，你辱乱我台湾，我乱辱琉球嘛，这叫一来一往。你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我日台。我中台兄弟相争，与辱日本何干？好了，那你既然说你这么说，那好了，那琉球有事就是中国有事，琉球有事就是中国有事，我气死你！我操，说那老王他们白喊也打不了，那好多美军基地呢，那多新鲜呀！你就恶心他呗，他也不可能真到台湾去，他不就是恶心你吗？这才叫大国外交，就是对等羞辱，就是大人之间吵架就是对等的，就是人家干什么你不要砸人家玻璃去，那砸玻璃那个叫流氓行为，就是你骂我吧，我骂你妈。你骂我爸，我骂你爸，我绝对不过雷池一步，对不对？这叫中日对等外交。你对日本必须强硬，但是不是那么强硬，不是现在这样的强硬啊，不是什么啊，我就对日本强硬，然后日本歌手唱歌我就关了店，我操，这是傻逼吧？这是我操，就是那个二傻子啊，见着美女，我把你扒光了，把你内裤扯下来，哇，你干什么？二傻子居然聪明了，我就是内裤上那个橡皮筋我给你拆下来，我做个办公室打人家玻璃，你这好吧？你他妈的太 low 了，我操！现在就是人家滨崎步唱歌，把人家的店给拔了，操！哎呀，把人什么玩意儿？打琉球等于打美国 PR 敢打不敢打？但是日本不也敢？日本敢打台湾吗？日本他也不敢打台湾嘛？这是一样的嘛？对等嘛？他也就是忽悠嘛？千万别去俄罗斯旅游。嗨，我跟你们讲啊，我有一个教友，资深教友，温华教友，在温哥华开大店的资深教友，他上个月他的员工一个香港出生的加拿大国籍的小香港小年轻啊男孩，去他们哪儿旅游不好？他穷游，他去印度、柬埔寨，他在柬埔寨打车被绑到园区去了，绑了11天，最后。
被弄到公海船上割腰子，最后是怎么给他倒到另一个园区途中，他眼疾手快跳车跑了，捡了一条命。加拿大皇家骑警驻柬埔寨的专员去把他救出来了啊！加拿大国籍还是有用。11天打惨了，打出来的人都不，现在在温哥华回来人都不正常了，比王清惨多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香港出生的。加拿大国籍的，他没有微信，他没有支付宝。抓住他以后，当他是中国人抓的。抓住他以后呢，就让他撸带，要把撸带撸满，把自己亲属的那些撸带撸满。他亲属也都不是中国人。那些人贩子就认为他在对抗，就打他，天天折磨他，打他，弄得最后一看他真的是不是中国人，就把他弄到公海医疗船，要把他的器官都割了，真的是干出来这种不良的事。抓住了3个，全是中国人，满脸横肉啊，全是中国的黑社会，在柬埔寨。老王昨天发消息，中国和俄罗斯免签了，千万别去，给你捆了以后，给你扔到乌克兰当兵去。加拿大明年怎么看明年经济？明年不太好，好了，就这么地啊，拜拜，2小时了啊，累了，再见。